Hello，大家好，我是1121班的于耕耘。好，刘学长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学校。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可以问一下你吗？可以。第一个问题，请问你在学校期间与班里的同学、老师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日常的生活就是打闹，开玩笑。日常的生活呢，就是除了专业之外，然后其实我们华强职业技术学校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它有很多的兴趣爱好，给我们提供很多这样的平台，比如说学生会，比如说社团，比如说我们还会有校师大，我们还会有文艺演出。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学校会给我们提供很多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展示的机会。对，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有摄影组，是我之前都没有的。那听说你之前参加过音乐社和外联部，那你在音乐社和外联部的时候有过什么难忘的经历可以分享给你的学弟学妹们吗？音乐社，我先讲一下音乐社吧。音乐社当时我们是第一届，所以在我们之前是没有音乐社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有一个好同学叫欧梦爽，他当时是我们第一届的音乐社社长。然后当时我也刚好有幸参加到了音乐社辩论团。之后其实我们有自己经常可能放学的时候4点借一个教室，然后大家在里面一些可能不太准确的发声方式。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在摸索。到现在为止，我们每一次下午4点钟，我们都会去到那个大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学发声，然后师兄教师弟，师姐教师妹，就是慢慢的一代一代传承到现在。我记得我们那个群已经有最少10届了吧，10届了，应该有10届以上的音乐社的成员，然后现在应该有好几个号名我也忘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作为第一届的人，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然后外联部呢，为什么喜欢外联部呢？因为可以出去跟其他学校做一些互动交流，包括我们去的最多的就是校师大，因为我当时也很喜欢唱歌，所以我也刚好有这个机会参加到了外联部，然后最后很荣幸当上了外联部部长。那你在财经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老师？印象深刻的老师讲到老师，我要特别感谢一下之前的班主任刘希锦老师，还有孙东霞老师，然后还有我们在音乐道路上呢，我特别想感谢的是陈卓老师，对，也是我的音乐启蒙教师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次邀请回来一起办这个毕业生回校交流会的陆老师，就是真的很感谢所有的老师们，因为没有你们，就是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兴趣爱好平台，还有专业，让我们在之后出去之后，不管是业务能力上，还是说我们的生活技能上，还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上，其实都有很大的进展。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感谢所有的老师，辛苦了，谢谢。在财经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学习的收获来讲？我们当时会计有很多的技能，比如说数钞然后计算机一直要打那个，我现在你看我的手还有那个什么叫肌肉记忆，对，就当时我记得就是100张，然后数25下，然后当时我们还有比赛，会比就是大家有考试，会计的考试会比速度啊，包括有很多技能上，虽然因为我之后工作可能更多的偏向于音乐方面了，但是我们学校的专业技能、会计的这些技能还是很厉害的，而且我记得是当时我们的排名都是很靠前的。你在学校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在学校日常生活呢，除了上课之外，我更多的就是社团跟我的外联部。对，因为外联部是一个联谊部门，然后整个学生会呢有很多的部门，包括文体部就有学生会有社团。其实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团体，然后呢每个社团、每个外联部还是每个部门都好，就是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呢，其实更多的是师兄教师妹怎么去把这个活动办好也好，怎么去联系每一个部门，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传统，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每一届的高一加入了部门之后，会去跟高2的师兄师姐要签名这件事情。这是有的。你看到现在都还有。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继续延续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对上一届的尊重，可能它只是一个形式，但当你接收到，就是比如说师妹给了我给了师妹一张签名，就代表这一年如果我不能把我所学的东西教到她身上，我会觉得那可能是我的失职。就因为我每个人都是希望下一届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包括音乐社会明年续到现在10几届，我也觉得就是我们每一届新的师弟师妹进来之后，会有很浓郁的想要去跟你学习的欲望，因为真的做得越来越好。对。好，轮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你想对我们学校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希望学校除了专业技能以外，因为专业技能其实已经很强，我觉得除了专业技能以外，可以有更多的让你们有兴趣爱好的平台，让你们有更多的活动办也好，还是说可以让你们更多比赛参加也好，还是有更多的让你们有更多团建的机会也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希望你们更多的是我学到的技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展现，甚至去沟通、去交流。不然的话，技能如果只是学习的话，它不实践，其实就是可能没有什么用。对因为我自己出去之后，更多的就是觉得实践可能比学习不能，但学习是第一步，就学完之后就变成实践。